大家好，欢迎观看新爱琴古筝分钟课堂，我是吴君瑜。这节课呢，我将带大家认识下滑音。好，那么首先呢，下滑音也是按照步骤来说一下。首先，下滑音呢是在这个音的前方有一个向下的箭头，请注意是在这个音的前方有一个向下的箭头。那么这个前方的向下箭头呢，也就提示了我们的第一步应该是先摁。比如说，还是中音哆的下滑音，我们应该先把这个中音哆摁下去。摁到哪个音高上呢？跟我们的上滑音一样，就是说我们的上滑音的结束点是在比它高一个音的这个 re 上，那么我们的下滑音起始音呢，就应该是在从 re 这个音开始的，摁下去。先摁后弹，也就是说摁住之后，我们弹出这个中音哆。好，第三步骤就是下滑，也就是我们要听见滑的这个过程。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上下滑都是一个有过程的这么一个听觉。先摁，后弹，再滑。好，再听一次，先摁，后弹，再滑。好，那么这个先摁呢，它就有一个摁弦的时机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前方就是在下滑音前面的这个音，如果不是同音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提前把这个左手就摁下去。那如果我们还是同音的情况呢，跟我们的摁音练习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几乎在弹这个哆的同时，左手提前下去，让它没有这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前面是一个空弦哆。下面这个音是一个下滑哆，这个时候请仔细看我左手的时机。大家仔细听，我在先摁这个步骤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滑音过程的，只有弹奏完成之后，左手才有这个滑音的过程。再听一次。好，那么一开始的基础下滑音练习的时候，时值还是采用平均值的摁弦方式，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是一个一拍的下滑音中音哆，那么我们听到的应该是 re 和哆平均分成2个8分音符的时值。接下来呢，还是带大家做一个下滑音练习。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下谱子。这个下滑音练习呢，还是一样的，我们会在2个 re 后面这个 re 上看见上方有一个圆圈哆。那么这个圆圈哆实际上代表的也就是这个音，这个 re 这个音还是由哆摁出来的，所以下滑音应该是先摁住，同时弹这2个音。然后弹下滑音哆，再听一次，先摁，那么这个下滑音练习实际上还是为大家能够听到我们的摁下去的这个音是否已经到了 re， 让大家把这个音准做好。再听一次。下一组。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的双音弹奏第一次，发现2个咪摁的并不一样高，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弹第2遍的时候呢进行调整。记住我们左手现在摁下去的这个力度，这个感觉。第一个是不准确的，所以在第2个听完之后改变。记住第2个的感觉，再来一次。一组可以弹2到3遍。
好，还是一样的，我们的第一个3度关系产生在咪的下滑音上，所以左手的力度，再仔细听一下，这个时候的第一遍它就低了。2遍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在第一次不准确的情况下动耳朵进行调整。第2个3度关系就是我们的拉这个音。一定要听见滑的过程。想要听见这个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左手在回来放松的这个状态下，并不是马上的就把这个力气松懈掉，而是有控制的往回走。好，这节课程呢就讲到这里。